嗨，各位地球伙伴们，欢迎大家来到小日子的大众占卜日记，我是心情。今天的你心情还好吗？这个频道会分享许多我所体验的地球旅行和目前我所学习到的身心灵知识。那大众占卜日记这个系列呢，除了塔罗牌占卜，也会特别和大家分享近期我的灵性学习生活，偶尔也会分享与灵性知识有关的书籍内容，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在灵性生活中成长。好，那首先呢，我想分享一下最近感受到的能量，就是我时常透过做梦和冥想得到多方的讯息。那近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7月5号所谓大灾难的预言将至，所以我近期接收到的讯息能量都是感知到土地上的人们心中的不安跟恐惧。那这些思绪引发的负面集体意识，其实也会加速环境的动荡。为此，我有在我的 IG 发了有关这个主题的贴文，是关于地球即将进入银河光子带和7月5号后会怎样的内容。那主要是我希望用能量的方式来正面解读这些事情，而非宣导灾难降临吸引大众的眼球。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地球伙伴们，欢迎追踪我的 IG 哦。那希望贴文中的内容会是能够安抚你的讯息。好，那依照惯例呢，在占卜开始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下上一集还没说完的内容，这也是来自地心世界的讯息分享的最后一段，希望大家会喜欢。关于灵魂进化这件事，书中说明地球居住着来自不同星系的多样生命体，聚集在这里都是为了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在意识里成长与进化。目前人类所居住的地表是成长与进化的测试站和实验站。那尽管在过去呢，银河系的文明已经放弃地球，但因为许多光之工作者前仆后继来到这边努力的结果，让造物主重新注意到这颗古老的星球。那进化的前4个单字往回拼，就是爱。透过爱自己并向外扩散，达到爱众生的程度，才能将整体世界的能量意识呢提高到更高的等级。而地球整个进化的过程，对其他星系文明来说，其实也是一档收视率很高的节目。有许多灵魂都是自愿投胎成为地球众生。面对严峻的灵魂试验场，我们目前所有人的工作跟生命历程，放眼宇宙间，被许多众生赞叹跟敬佩。那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其实很感动哦。所以希望大家在自己现实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想起你的灵魂正勇敢的在面对自己这趟学习的旅程，你就值得被好好称赞跟谢谢自己。所以此刻的你跟我都是勇士的灵魂，无论你的小日子是什么风味的生活，都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它。那这次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目前高我想要传递的讯息。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比现在的自己更亲民、更慈悲、更有智慧的自己，我们称这个为高我。那它不是什么远在天外的神秘力量，而是在你深呼吸后，在安静里，在愿意真实面对自己的那一刻，你会听见的那个声音。所以如果近期你心中有一些疑问，想求助于更高智慧的存在，亦或是你常常接受到天使数字，但搞不清楚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又或者你好奇想知道自己目前的生活是否需要有所改变，或从哪个方向努力，都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占卜主题给你一点方向。所以在今天占卜开始之前，先让我们一起做静心冥想。现在请找一个让你感到安心的位置，静静地坐好。请您缓缓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静心冥想。深呼吸，将意念带到你的头顶，缓缓吐气。放松你的头皮，深呼吸，将意念带到你的眉心，再缓缓吐气，放松你的眉心。接下来，
我们即将进入一段疗愈的塔罗占卜时间，我们诚挚的恳求宇宙给自己所需的指引。当你准备好了，请睁开眼睛，看看画面中的3张牌，请用直觉选择其中一张，跟随它走进你的答案之中。嗨 A 组的地球伙伴们，今天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目前高我想传递的讯息。好，那你们抽到的这张主牌呢，是 Originality 的独创性的意思，然后搭配了这张月相神谕卡，是找时间放松的龟兔月。首先呢，这个内在能量的状态跟课题的部分是，你的高我想要看到的是你是自由的灵魂，但是你太习惯性的压抑你自己哦。你必须认知到你本来就是值得被爱的这件事情，你不需要去讨好或是证明你自己什么，或是向别人证明什么，你只要勇敢的活出你最原始的你自己，最自由的你自己的这个灵魂本质就可以。那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你的创造力是很强烈的，而你灵魂呢，本质也是渴望跟别人与众不同。其实你都希望在各个方面，你可以说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话，或是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你很希望可以跟别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哦。你也会透过这个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工作、生命体验，去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你渴望的是这样的感觉。那其实你的内在呢，拥有很大的热情，不管是对各个方面你都是非常有热情的，而且你都希望可以在那种固有的价值观或是固有的东西物质里面呢，你可以再找出一点自己的风格，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有点像是即便你是做一些生产线的工作，你也希望可以让这个生产线看似那种一成不变的生产线工作有不一样的改变。你是很愿意在这样的固定模式中去创造独特性的，这个品质非常难得。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在现实生活中你会常常压抑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哦，就是你想跟人家不一样，可是你可能内在还是会想要跟大家尽力一样的，所以常常是想的跟做的常常是很有冲突的。所以你的高我想传递最主要的第一个讯息就是你是自由的灵魂，但是你不要太压抑自己。那这样的压抑自己呢，所以你也必须要找时间放松，这是需要的哦，因为你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平衡。那这边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不需要讨好或证明，就是回你自己的那种属于你自己的表达力，而且是不需要被他人定义才有价值的那种。就是你说的话不要渴望去让大家信服你，或是让大家支持你的论点。你不是要向外求，你是向内求的人。所以这张牌也是提醒你说，你不是应该要表现得好你才配得拥有。所以你的高我希望你可以活出与生俱来的独特性跟自由的灵魂，可以摆脱一些取悦他人的这个模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个地方是需要透过转化的。我觉得 A 组的地球伙伴，大家真的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群。那我觉得创造力这件事情在当今社会也是非常被大家所需要的一个技能。所以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这个品质非常难得。但是你们确实需要找时间放松，这是真的哦。因为你们会在这个放松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厘清你自己心里渴望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个部分是你需要转化的呢？好，月亮跟这个权杖王子，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有时候会突然的很冲的去做一些事情，因为可能
有很多东西太压抑了，导致有些东西压抑到最后，你会好像是水库泄洪那样，本来都关得好好的，突然就一个闸门打开，就啪倾巢而出。所以在旁人看起来，有时候你会太过的自我，太过的目标导向，就是目中是无人的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其实你的内心，刚刚有说到，你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冲突的。而且你们这一组朋友呢，你们的内在的潜意识的高我，其实与你们非常的紧密的相连在一起。因为月亮这张牌其实代表梦境跟潜意识。也许有些朋友是你们在夜深人静，在夜晚的时候特别能感受自己，也许你们压抑的那些情绪会在夜晚的时候来到一个高点，你们有时候可能需要莫名的宣泄一下情绪哦。有些人可能会莫名的在晚上的时候偷偷哭，但你也不知道这个哭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其实这是健康的哦，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你的情绪都必须是非常高涨，没有一个人是永远都是保持正面的。你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放松。你看月亮也是放松的意思，尤其到夜晚的时候，你们更需要放松。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你们内在的那一股热情。你看这个牌面也是非常的火的，非常的红色的这个元素热情，你们的行动力非常的够，做任何事情你们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需要一个平衡。很多事情你可以保有你的这个冲劲，但是一方面呢，你心里先三思而后行去，需要一点理性的看一下，我这样做，我这样做，我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吗？或是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跟益处呢？如果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先想一下的话，对你来说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甜蜜点。所以刚刚又回应到这一点哦，你们需要适时的放松。应该说你白天有多冲，你晚上的时候就要费多大的力气去休息，去恢复自己的能量，才能达到一个这样的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在睡觉，你们这一组朋友非常需要睡眠。对，你要充足的睡眠，你才有充足的精力去替隔天的工作安排，比隔天的任务，你才有精力去推动那些事情。因为你们是非常有想法的人，而且非常敢冲，所以身体的休息就更是重要。好，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高我认为，其实你长久以来忽视的资源跟优势是什么？一组的地球伙伴，我觉得你们的优势，你们处在一个应该说天时地利人和的位置，而且你们随时都会有重大的改变，而那个优势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内心的自己。其实这些牌都是有相呼应的哦，原创性、月亮跟这个圣杯皇后。圣杯皇后虽然外面有一层这样子罩住的感觉哦，但是她的内心其实情感很丰沛，而且她充满智慧，而且她又非常能够同理别人的感受。跟这月亮一样，你们非常能同理身旁的人的感知，他们的情绪跟他们所想的也许你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心电感应的能力，而且对于周遭的这个环境的能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这个也是你们的天赋哦。所以这是你们一直忽略的这个资源，就是你们内在的，你可以说第六感，或是直觉力，或是洞察力，都比一般人还要更强烈。甚至可以说这个睡眠呢，也许你们有些人会在睡觉的时候得到一些灵感，亦或是说你可能在放松休息的时候，比如说泡澡的时候，或是跟水有很大关系。你看这也是水，好，然后宋子鸟也是踏在水上。有些人也许是在喝水的时候，或是洗澡的时候，当你身体思绪比较放松的时候，你会突然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亦或是说你白天你在功课或是你在工作上有一些想不通的一些点，你会在这个时刻会突然有一个闸口，找到盲点。所以你们越是处在放松的时候，其实你们的脑袋转的是越快，看起来很像在放空，其实没有，你们其实都在跟内在的高我在对话。
这时候你们特别能够聆听到高我的讯息，在你放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其实你们跟你们的高我基本上是几乎是你们想要，你们就可以连接得到，但前提是你的心有没有够定，你的心有没有够平静。因为其实你们常常在外面感知到别人的讯息，那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没有拿捏好跟自己身体的那个平衡的话，你们会觉得很打扰，以至于有一部分的人，也许你们常常会觉得好烦，我的脑袋好像很多杂讯进来，我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不正确的。有些人会受到情绪的干扰，也许有些人会非常急躁，这是有可能的，跟你自己内在的情绪没有调和好。有些人会是情绪暴躁，或是特别情绪化，特别敏感，有时候生气都不知道是来由为何，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们特别需要，我觉得多喝水对你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多喝水去调和一下你们自己的情绪，跟多做深呼吸的这个动作。那针对这个高我的讯息，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好，接下来这2张牌特别有一个感受，你们会在很多困境中有非常巨大的成长。应该说你们的成长跟人生比较多的转弯都是来自于碰到一些巨大的困难，大部分都是跟人有关的问题，不管你是在职场上还是在感情上，你们常常在这2个部分去碰到一些困难，而这个困难为你们带来的都是一些想法上的改变。你们需要透过这个想法的改变，这个困难，而去改变你们的想法，试图找出另辟蹊径的感觉。就像是这个，你们的人生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独创性。当每个人都落到一样的困境的时候，这时候考验你们的就是你该如何在同样的困境当中去找到属于自己解方的那条路。而这是你们一直在学习的，不管是遇到人际关系的困难，又或是说在学业上的阻碍，又或是说跟家人相处的一些孤立无援的感受，其实你们有很多感受都是在这个困境中体会到的。你们有很多人生重大的改变，也都是在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才有所成长。也就是说，你们是一群在逆境中学习的人，而且那个迸发的力道更强，有点像是你想跳得多高，你就必须蹲得多低的那种感受。那刚有说到，有些人他可能常常会在这样的人际议题，亦或是说身心的不平衡的状态之下，你会有一些情绪的爆发。有时候你是无意间的透露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言语上的，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需要一个抒发点。所以当你在抒发的时候，你会常常无意间的伤害到人。所以这边高我来的讯息是，他们会消除你因为这些情绪的负面为别人造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他们会尽力的消除，而是把你那些勇敢冲出去，勇敢帮助别人，勇敢热情展现自己的，为别人带来的正面的影响力来去提升。他们会去提升你对这整个世界跟周围的人的正面的影响力，而去消弭那些你为别人带来不好的那些负面的意识影响。也就是说，你们的高我其实一直都是处在保护你们的这个阶段，即便他会看着你们在一场又一场的困境当中去极力求生，有点是夹缝中求生存的那种感觉。你的所有要生，所有能量的提升，都是在磨练中，磨练产生心智这样的一个体验，而且体验是一个一个接着来的。这个体验很长，所以你们一定要找到空档去休息。这边有非常多休息跟意识喘息的一些讯息。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我再给我们更具体的建议跟指引，比如说你该停止哪一些思维，才能让你的灵魂更加的往前进。
好，服务，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你们其实跟你们的潜意识、跟灵性有很大的紧密的连接。那这些时候，也许你们心里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总是付出那么多？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身兼多职，要照顾那么多人？有时候你们会在夜晚的时候，会特别为此难过，而且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事情？但是别忘了，刚刚有说到你们有一些人，也许是在一成不变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独创性。那也许你也会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的服务当中，去学习到自己如何向外付出，而得到自己内心的成就感这件事情。有些人他是一直在往前冲的那个人哦，帮大家开辟疆土的那个人。而换言之，你们也是替大家服务的那一群。有时候你可能会不解自己的角色为什么是那么的付出型的，为什么我总是要当那个最不同的人？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服务，灵魂的服务的这个最高的意识。我可以感受到你们这边有很大一群人，他们的灵性意识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一个人的灵性意识高的时候，他的灵魂议题就不会是在我要满足我自己这件事情，而是我如何让我自己发光来影响别人，影响别人的这个能量会替整个世界造成正面的影响力。这个是比较高的修行，而你们这群人就是比较高的修行的这一员。我感受到你们这一组 A 组的地球伙伴，你们今生来到此刻是为了服务最高的意识。有些生命历程真的很困难，真的不是旁人所能经历跟体验的。可是你们这一群人，其实你们正在学的就是无条件的爱别人这件事情。所以刚刚一开始的宗旨就有说到，你们不需要去讨好或证明什么，因为你们本来就值得被爱，你值得被无条件的爱跟信任。还有就连到服务这件事情，你必须透过去服务别人这件事情来体验到生命到底是什么，对你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这个修行的课程我只能说确实比较高阶，所以宇宙对你们特别慈悲，也因为你们来到这个地球体验的这个过程是设定的难度关卡真的是比较高，主要都是要在服务别人这件事情打转。也许你的生活中你是担任主要照顾者，就是照顾他人的这个角色，所以你们的内心其实压抑了非常多的情绪，所以才会有这张卡出来，要找时间放松这件事情。那也因为你们真的为这个世界或是周遭的人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宇宙也真的对你们特别的慈悲，会去吸收你们那些负能量跟对他人造成一些不好的负面意识。好，所以当你能够好好的去承认自己的一些情绪跟课题，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就能好好的跟你的高我来做一个合作，可以看一下之后你人生开展的方向。哇，你看，我就说你们这组人真的是非常的蒙受恩惠，蒙受福佑。大家真的应该说跟神的连接，跟高我内在的连接是真的是非常紧密的哦。所以我可以说你们这组人真的时时刻刻都有神的眷顾，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不管你是去哪里拜拜哦，对你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释放跟很好的净化哦。我觉得这群朋友，我第一个感受是白水晶。如果你们有些人喜欢水晶之类的东西，你可以摆一些白水晶在家里，帮你净化一些你自己的情绪。那刚刚有提到这个茶晶其实也非常好，尤其这个茶晶也是可以抗忧郁的，或是对妇科，对女生妇科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水晶，帮你吸收一些比较负面的意识哦。因为你们一直都是在照顾别人的这个角色哦，那当你是一个照顾者的话，那对方的负面情绪也是你来接收。那你们这群人又对周遭的感知也非常的强，所以不管周遭是好的是坏的，你们都会吸收到。那这个时候你们如何净化自己就非常重要了。所以白水晶跟茶晶推荐给大家，你们可以去
好好的收集，好好的净化自己。确实很多人是需要净化自己的那这个时间点我会推荐在晚上的时候使用，尤其是比较夜深人静比较静的时候，你的心比较静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使用会比较好。你可以握着水晶做冥想，对你来说都是很好的。你们就是一群蒙受福佑的人，不管到哪真的都是你看神都在你们的周遭，你们的高我也都伴随着你们，好吗？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要害怕，他们都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想做任何事情。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占卜，希望对你的小日子有帮助，也欢迎大家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回馈哦。那这支影片的最后有听我碎碎念的小彩蛋，欢迎拉到最后去看一下。那我们下一支疗愈的小日子大众占卜见咯，拜拜。嗨，B 组的地球伙伴们，今天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目前高我想传递的讯息。那你们得到的是这2张主牌，新月在双鱼座。好，那这2张主牌有个意思，我觉得最近大家呢，可能情绪上比较容易被挑动，或者是说你的内在呢压着很多想说却忍耐的事情。那有些人可能在你的关系中是比较过度消耗的倾向，可能你会有时候会很想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又或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会有蛮想争赢的那种感觉，就或是捍卫你自己的立场。所以最近的能量感觉是比较处于一个刺激跟一个敏感的位置。那这边有一个讯息是高我想提醒你，力量不在于争论，而是在于你的每一个说话的选择跟做的事情上。有时候你可以选择性的沉默，而不一定是对于每件事情你都必须要发表你的意见，或是做点什么事情来呈现你自己的想法让别人知道，是需要收敛一些的有点像是碧落锋芒这样子，需要收敛一些。那所以说选择性的沉默，它其实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智慧跟力量。所以这边也有一个议题是，你需要比较聪明的去使用你的能力跟语言。所以沉默有时候是最高级的智慧，有没有？沉默是金，有没有？有时候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要说到满。有些时候你说的话，比如说你真心的想替某一个人做点事情，或是真心的想要给他一个意见，可是你不需要把事情全部说到底，全部都说透，让他都明白。因为从这2张牌我感受到大家是很乐意奉献自己的能力跟帮助别人这件事情上，但是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是没有回报的，很多时候是你所有的付出它没有办法立即性的让你看到成果。那越是这种时候，也许你的那种压力会展现在你的行为模式上。你越是有压力，你越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但这种时候其实对你都是不好的别人看到的你反而是比较事事针对，总是意气风发，或是不懂得谦让的那种感受。所以这边提到的是，你的高我希望你只为重要的事情发生，而学会不被情绪拉走这件事情。像这个新月双鱼座，冥想跟沉思对你们来说有一定的帮助。你也可以透过在这个思绪比较空的状况之下，思绪比较沉静的状况之下，你可以跟你的高我有更深一层的连接。你也可以在这个连接中去获得一些你想要获得的资讯，跟安抚你自己的情绪。你可以在这个冥想的过程当中去让你的情绪找到一个抒发口，那进而可以安抚你周遭的一些比较像刺一样，很像害怕别人来侵犯你的那种比较高的自我防护的这样的意识，也会让你在任何事情上比较圆融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看有哪些方面是可以得到转换跟释放的。因为你有很多你想表达的事情，可是却没有办法一次说清楚，或是你想做的事情没有办法一次到位，这种求而不得的感受其实压抑的蛮多的
所以也会让你常常处在一种比较愤怒的状况之下。对于这个世界所有的善与恶，好像你都比较能看到的是不好的那一面，也会特别的悲观，所以这样的也会影响到你所有接触的人跟显化的事情都会是比较负面的。好，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是需要转化跟释放掉的。塔跟鞭子，好，高塔其实就很像是打掉重练，也许是告诉你，你之前想要争取的一些事情，你之前求之而不得的那些事情，你必须放下，你必须释放掉，你必须跳出来，你才有机会转化。很明显，直接给你一张非常明显的火星高塔牌，而且这件事情的转化跟你必须采取的行动是非常快速的。也许很快的你会面临到一个取舍的问题，或是比较大的鞭策感，那个体感应该比较不好，但是这是你需要做的一个体验。有种感受是你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疼痛感，你才比较有感知去学习一些事情。这组朋友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讯息是，你的高我其实还蛮急于希望你们去接触它的因为可能你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些，像冥想，因为感觉大家是工作是比较忙的，没有办法真的沉静下来，或是你有很多事情、很多角色、很多事项积累在那边，所以你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空档时间去做冥想。而你的高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跟你有一个深度的连接，他很想跟你说些什么，很想叫你先静下来，先不要动，先不要去冲，这样子的感觉。那也有可能是你们一直在做一些你们重蹈覆辙的事情，一直在做这样的体验。有些人可能工作一直换，但你工作换的原因几乎都是一样的。有些人必须要真的很客观的去检讨跟反省自己，你目前的遭遇都是别人带给你的吗？还是说我自己有意无意也倾向让这些事情朝那个方向去发展？你心里想的事情会显化在你的生活跟工作场域上。所以如果你的情绪是比较高昂的，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吸引到的磁场跟能量都是比较激烈的、争斗的、对立的，这样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有看到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预示。所以你们非常需要让自己的心不要再那么的防卫，你们甚至可以帮自己安排一个空档，1周的假期，什么都不做，也许对你们来说都是好的。这群朋友，你们不要不相信，也许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对你们来说是好的因为你需要一个停下来的点。而这群朋友，你们有一群人非常的需要一个停损点。有些人可能心里对于某个工作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应该要走，什么时候应该要退下来，但是很多的事情累积下来，导致你还是没有办法从那个位置离开，或者是从那个事件抽离。这边有一个非常狠的力道，是你必须把这个主控权重新掌回到你的手中，然后你必须要狠狠的剥离一次，你必须要把自己狠狠的定下心来，然后下定决心去做某些事情，你才能得到转化。这个转化绝对是不好受的，也许会让你的情绪来到一个低谷，但是这是你必须要经历的转化。你会在这个低谷，在这个黑暗之中去遇见比较高的神性自我，从一些痛苦的跟不好的遭遇里面去感受到更高维度的自己想为你带来的体验跟感受，这是你过往没有的，所以这时候你们需要体验的是这个感受。那我觉得这边也有一个议题是你一直忽略的资源跟优势是什么。其实 B 组的这群朋友，你们在做任何事情，你们的决断力，你们是非常敢爱敢恨的你们可以前一秒我为你牺牲奉献，后一秒我觉得你对我也没有这样的回报，你就马上抽离了。有些人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可是你们做得到。你们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之中去强化
自己的能力，而有一天让你们也有能力去保护那些你们想保护的人，跟做你们真的想执行的事情。可是这个过程，我甚至感受到你们有很大一部分人，你们的目前所拥有的地位，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是靠着你们血与泪这样子一个一个打拼来的，真的非常辛苦。也许你的内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我感受到你们的内心非常的疲惫，但是你们可以问问自己，你们目前打拼来的所有事情是你们真心想要的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哦，因为我感受到的是有很多人是被逼着往前的，并不是你自己想去争点什么，而是被迫的，环境不允许，所以被迫你们要去为自己争取点什么。因为环境就是那么恶劣，所以你也只好用不好的方式去替自己争取什么。但是其实你们求的都只是保护自己而已，所以你们这一组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的强。你们是战斗民族，真的 B 组的地球伙伴，你们是战斗民族，你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战斗中去捍卫自己，所珍惜的所有事情。那你的高我的意思是说，他希望你们停下来，好好的为自己争取，好好的为自己说你想说的话，而不是说一些不应该出现在你生命中去争取的事情，去要求的事情。所以刚刚有提到，只为重要的事情发生，只为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争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被别人的情绪拉走，别人对你所做的那些事情，或是你所遭遇的那些不公平的对待，有一天正义都会彰显。但是在这正义彰显之前，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被那些邪恶的势力拉走。所以真正的强大来自于你知道自己在哪一个战场上是不需要出现的，你需要学会分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高我还有哪些讯息是想要让你知道的。我觉得这群朋友一直都是处在冲锋陷阵的这个过程当中哦。有时候你们可能很常四处奔波，然后帮人家做很多事情，但是也因为你们极度的忙碌，所以有时候会感受到你们的生活好像有一点失序，有点失衡，也许跟家人跟亲人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的和谐哦。好 ，The Devil 跟接纳，刚刚有说到，我觉得 B 组的地球伙伴们，其实你们的心非常的累哦，所以这一次高我给你们的讯息是粉红方解石接纳，它是一个来自一个心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安抚你们的心，让你们的心有被保护、被照顾、被安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这边有一个讯息是，你们需要学会接纳自己的缺点，需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这件事情，因为你们一直在希望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件事情去努力，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也许是争取外界对于你的认同感，但在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爬升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心已经累了，很想要停下来休息，可是你又不敢做。B 组的地球伙伴，我相信你们很快也许你看到这个大众占卜，也许你可以往后推大概3个月到半年了，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也许是工作的转移，亦或是搬家，亦或是说你人生角色的转变。这个转变可以让你目前这个疲惫的能量有所停止哦。你会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转机点，而这个转机点也会让你开始跟更高的自我神性有所连接，你会开始比较回到你自己本我的意识里面，而不是被别人拖着走。这边有很高的讯息是你们会迎来一次重大的转变，而且不久就会来到。如果你目前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那其实这个转化也许对你来说是有疼痛感的，但是它为你迎来的是另外一个不同
不同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体验，完全不一样，跟前面 A 组的完全是不一样。你们的体验是重大改变，你的这个体验有多重大，这个疼痛有多痛，你回报的就有多好。所以这个能量是非常剧烈的新的能量进入，也许会冲击到，会让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你有没有思考过，也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可以一次就帮你把所有事情都解决，一劳永逸的那种，不是那种慢慢的那种消磨的那种感受，是一次解决的那种。也许你会来到人生的一次大的更新，所以也许这些牌看起来很可怕，像宝剑三塔又鞭子，对不对？看起来很可怕，但是这样的改变是非常快速的。有些人很想要有立即性的体验，立即性的改变，你们就会体验到一次重大的改变，重大的危机降临，让你们有机会抽身，从那个恶性循环之中抽身。有没有听到这个讯息？有没有觉得我好像也没那么糟，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B 组的地球伙伴，你们应该要停止哪一种的思维跟行为，才能让这个灵魂跟你们高我可以更加的往前进扩展。我有一个感觉是，也许你们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在一个负面的泥沼里面打滚，这个时候来个扩展。你看刚刚我所说的，一次性的帮你抽离，一次性解决你目前生活的所有事情，你会得到一次很大的更新。这个扩展的意思也有一点像是你必须去接受一些你之前也许不是那么认同的价值观，你会因为这样一次大的更新，一次大的抽离而改变你的价值观，你会去扩展到你自己的意识，你自己的眼界，你有扩展眼界的机会。所以我刚才有说，有些朋友可能你会换工作，对，换工作也会来到一个扩展的机会，你会有机会发现原来这个工作我可以胜任，原来我可以学习到过往我不曾学习过的那些技巧，原来人生还可以这么自在的过。不要不相信哦，你有机会在这一次性的崩溃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转机当中，你有机会去看到跟体验到你之前没有体验过的生命经验。这个扩展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及时会出现的哦。土星天秤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虽然它是宝，但是你们这个扩展是你们目前这个生命需要的一个体验，需要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如何让你们从这个比较负面跟疲惫的这个工作跟生命的这个一直重复的这样的生活当中一次性解决呢？所以这个塔跟这个死神就非常需要能量的来到。好，所以这个扩展是必要会产生的哦。也许有些人会先经历，你可能去到不熟悉的地方，你会觉得哇，这里好可怕哦。但是当你真心的去投入那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也做得到那些我曾经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原来我是做得到的。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这很重要。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愿意与你的高我合作，虽然你的高我非常的想要跟你们有一个好的联系，但是你们真的生活太忙碌了。那下一段如果你们有好好的冥想跟沉思，可以更接近你的内在神性呢，那下一段你的人生礼物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机，跟带给你什么样的新发现？好，哇，很好，就在当下。其实这一组朋友，我刚刚一直在强调马上立即性的体验。你看，来，马上给你一张，就在当下。很多时候你们觉得说你们自己没有办法替你们自己的人生做主，或是没有办法去扭转一些事情，其实不然，你们是可以改变的。对，你们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怎么样？就在当下，你们可以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B 组的地球伙伴们，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我所说的话没有人听，亦或是说我所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直体验这些苦难哦。但这些苦难必然带来的结果是你苦人所苦，
你才有更高的机会转化，对不对？没错。那你要如何把你的这个意念抽出来？其实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可以在这个当下，你可以有更高的意识，你也可以在这个当下跟恶魔合作。你要怎么选？所以这是一个选择题。所以刚刚在最一开始说到，力量不在于争论，而在于选择。你的选择很重要。那如何选择？就在你做事情的每个当下，你的每个选择都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改变你目前所有你想改变的事情，其实就在当下，你马上就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你非常有魄力，你的这个格局也是非常能够去改变跟有魄力的去斩断一些东西，而且你是做得到的，而且你是有机会去扩展到你的人生更高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你有机会去达到你曾经没有想过的那种境界，那种美好的理想生活，你是可以达到那个境界的。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不可能，你是可以的。而且 B 组的地球伙伴，你们的成长，如果以房子来说的话，你们的增幅是目前看起来是最大的。如果说别人只能一坪涨个10万，你们可能一坪可以涨到20到30万，你们的那个跃进，那种进步的幅度是前所未有的大，真的是前所未有，你没有体验过的生命经验，好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占卜，希望对你的小日子有帮助，也欢迎大家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回馈哦。那这支影片的最后有听我碎碎念的小彩蛋，欢迎拉到最后去看一下。那我们下一支疗愈的小日子大众占卜见咯，拜拜。嗨，C 组的地球伙伴们，今天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目前高我想传递的讯息。好，大家拿到的主牌卡是这2张跟满月月食。好，真正的丰盛与支持正在靠近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你看这张牌好美，一个人它下面有很多，这应该是叫彩虹鱼吗？在这个冲浪的地方享受所有的一切。它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愿意松开对任何事情想要完美的这样的控制，你就可以信任这样生命的流动。很多美好的事情它会自然的流动在你的生活周遭里面。所以也有一个预示，就是你的高我正在跟你说，你不需要什么都是自己撑着，有时候放手会更美好。那至于这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你目前最在乎的东西。有些可能是对家人跟亲朋好友的一些想要控制的那种意识，会希望说，我希望大家好，可是大家为什么都不懂我的心？对的那种感觉。亦或是说，你希望你自己可以达到怎么样的目标，可是你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所以让自己觉得好像有种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好这样的意识。那现在的意思就是在跟你说，你不用去对一些这种结果有一种焦虑感，或是你不容易去接受一些不能在你掌控范围内的事情。所以你必须去信任那样的自然的流动，因为这个满月月食也是在告诉你说，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不要去强求，这样的意思。它有一种就是习惯的那种控制跟抗拒的这个能量呢，就是你接下来需要去学习的东西。你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某些伤害或是一些经历让你很难相信宇宙，所以你反而比较相信人定胜天这样的意思哦。但是很多事情是非常难去解释的哦，有些事情真的是你做了100%的努力，甚至是200%、300%的这样的准备，你都还是达不到那些结果。你不要去为此感到很伤心，或是对很多事情就没有自信了，不是这样子的哦，而是让你在这个过程体验中，让你可以感受到底什么是你应该信任的事情，跟放下一些求而不得的东西，其实对你的内心跟未来的成长才是比较舒缓的，才是比较对你有益的。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想找一个东西你一直找不到，可是当你不想找它的时候，很神奇，它自己就会出现的。所以允许一些事情自然的发生，你会惊讶，原来这个结果比你想象中更美好，原来我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位置，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安排。
对不对？真的有时候是这样的感受所以这个高我其实很温柔啊，他们真的对你很温柔，他想要就是让你知道你不是孤军奋战，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你的身边陪伴你而且你也不需要用抗拒来维持一种表面的稳定。其实你内心很抗拒可是好像看起来处变不惊这样，但其实你的内心在翻腾，你的内心有非常多的情绪涌上，那你很努力在想要维持平衡，但其实长期下来对你的身心来说都是一种很无形的压力你不要觉得说我自己没有在控制没有，其实你对于结果好不好，你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执着，非常的在意那你的高我的意思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放手，你只要努力了，那至于结果呢，就交给上天来安排即便结果不是你想要的那你也是臣服所以臣服这2个字在这个体验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是意义非凡的那所以真正的转化呢，与你愿意接受、支持跟信任宇宙的这个新的安排这张卡真的是很美，它的意思告诉你说，你需要的宇宙绝对不会少一分给你，你不需要的反而你真的就得不到。对，那你不需要的，你想要更多的，也许没那么容易让你得到。在这个没办法得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宇宙也是在想告诉你说，你就臣服于你自己内在的那种最高神性就好了，不要事事都想要去控制它的走向，长期下来对你来说其实会真的不太好，长期下来真的对你来说是一种你想控制事情的发展，其实你把自己囚禁在监狱里面了，这种感受真的是这样子。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有哪个部分想要提示你，你需要一些转化跟释放的部分是什么。好，所以我觉得 C 组的地球伙伴，其实光是这2张卡，我觉得也许大家是今天的大赢家。前面2组的体验可能比较难受一点，但是大家的高我真的，应该说你们目前所在的生命经验也是比较和缓的其实大部分你们可能在学习亦或是在工作上，其实你们都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是自己心里的那个位置那更多的，你当然人想会更多嘛，那更多的其实也许就不是你们需要的那样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转化的部分。好，你看刚刚我有说到转化的部分，就是对于你们自己想要的那个部分，不要强求。对，有些事情你们是需要放下才能得到转化的而且有些事情，你看幸运草，当你们越来越不想去控制某个东西，当你们越来越不想要去强制把某个的东西搬回到你们自己需要的地方，或是把某件事情换成你们想要的那种理想模样呢，其实你们的运势是比较好的真的，我觉得你们这群人应该在运势上也是不错的，有些东西是非常快来到的，而且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个蛮快的讯息会来到，就是你们有机会往外走，往外求，因为你们一直以来忽略的资源是什么呢？应该说你们在外头的运势都非常好，不管是旅游还是向外求学或是出差贸易你们总是可以在外面，应该说旅游或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些外面的世界，你们都会得到很大的收获。那这个就是你们很大的收获，因为有些人他其实要向外求或是向外去扩展，他是害怕的，他找不到方向。没有当你们愿意跳出来，从不同的角度再去往前去迈进的时候，你们常常会寻觅到另外一片天地，有点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有点像是什么呢？我想要在这一家全联买鲑鱼，结果我买不到，我就只好跑去隔壁的爱买买，就没想到隔壁爱买的那个鲑鱼的价格比你本来要在全联买那个价格还低，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小确幸出现了。所以这群朋友，如果我觉得真的是山不转路转，当你们这条路行不通的时候，你们换另外一条路走，常常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体验，而且这样的转化，这样的改变风帆的这个速度其实都非常快，你们很快就会有所收获。有些人的收获是没那么快的有些人就是如果他稍微变了一下他的
计划，或是稍微改变一下他对事情的安排，也许要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有所收获。可是 C 组的地球伙伴们，你们没有哦，你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你们的方式，或是稍微改变一下你们的计划，你们很快就会得到另外一条路，马上有讯息出来告诉你们，应该那条路会更轻松，那条路会更有好的收获。真的，讯息跟传都在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高我的这个部分还有没有其他额外的讯息想要告诉各位。好，土元素的皇后，我觉得很多大家你们实际拥有的资源哦，其实都比一般人多哦。上应该是不予匮乏，而且很多资源是在外面靠朋友，你知道吗？靠朋友都会，你们在外面的人脉应该都是非常好的哦，所以可以靠外面的人脉。哇，力量！你看白水晶，力量给你。所以你的高我想告诉你的这2个讯息是什么？一个是你必须拥有的，绝对会给你。有些人他真的是要靠自己很大的努力才能去获得一些自己基本想要的那种需求或是物质生活，但是 C 组的地球伙伴没有，你们真的在物质的这一块，你看这也是一个物质的牌，你们在物质的这一块真的是应该是收获颇丰，真的是甚至是还多了一点可以施舍给别人这样的感觉。所以当你是丰满的这个状态，你就有力量去帮助别人，你就有力量去帮自己目前的道路转一个大方向，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哦。所以有些人基本上哦，你们想做任何事情，你们绝对做得到，而且结果你看触手可得的力量直接告诉你们，你们是有力量决定你们自己所有人生的一切。而且虽然你们在外的运势也非常好，朋友能够帮助你们很多，你们出去旅行或是向外求学等等，你们也会收到很多贵人的帮忙。那你们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附加价值而已，最大的礼物是来自于你们自己内在的这个力量。当你想要往一个比较好的物质生活去努力去提升的时候，你们基本上也许有些人他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但是你们不用，因为你们真的有非常大的动力跟洞见，你们的为了一个目标会马上去做一些计划，去做一些安排，让你们去达到目标。所以你们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是按部就班，而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这个安排，而且就算遇到了什么困难，你们也会很快的去变通，对不对？所以整体来说，你们是非常有力量的在面对你们生活中的所有大大小小的难题。回到最一开始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你们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你们不要因为这样而越想去控制一些你们就是真的求而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们在各个基础方面都是很棒的一群，真的是人生胜利组的一群，对。所以过多的要求真的就不要再要求，有些时候真的要放手美好。当你是个有力量的人，这个力量的拿捏跟尺度，对不对？那个分寸就是神性的智慧要教给你的事情。在多大的事情用多大的力量去做，在多小的事情用多大的力气去往前推进，力量的拿捏需要维持一个平衡。那这个就是这个中心意识想告诉你们的，你不需要什么事情都撑着，有些力量来自于神性的自我，你就让它自然的流动，力量的部分自然会在你的生活中很好的通行，冥冥之中为你做一个更好的安排。这个祝福是不是非常的美好？我相信 C 组的地球伙伴，你们在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你们都是亲力亲为的，而且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是很勇于去付出的。但你们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群，所以说很多事情都不要太过，对，只要你掌握到很多事情，不要那么的死脑筋，一定要去抓住，一定要去追求。那这样的时候，这个能量让它有一点松弛度，让它可以有一个流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这个节奏也会
安排一些最美好的事情，在最恰当的时间来到你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你生活当中周遭你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宇宙给你的所有难题，它都是安排在最恰当的时间。你不要去试图想要去阻止它，或是去回避那些事情的发生。你越回避，那些事情就越无法流动。你越回避的事情，那些事情就越容易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考验着你。所以有些时候你就迎面而来去解决，你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后面事情会发生的事。对，反正你眼前看到的事情是怎样，你就当下去解决它就好了，后面的事情不要想太多，交给宇宙来安排。我觉得 C 组的各位是最需要交给宇宙来安排你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你就跟着自然的海浪，跟随它在这个海洋中美丽的摆荡，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祝福，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抽一下这个脉轮的智慧神谕卡，看一下到底我应该要在哪一个思想跟行为上停止，我才能让这个灵魂能够前进。哇，你看送给你们，我刚刚有说你们是最适合跟神求的一群，交给天来安排。所以祈祷，很多事情当你求而不得，或是说你急于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就祈祷吧，你祈祷看看宇宙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对，没错，你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或是你真的觉得很扼腕，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或是你真的很想得到某个工作机会、某个事情的时候，好吧，那你就祈祷吧，交给上天去帮你安排一些事情。真的，你就信任这个生命的安排，把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东西都当成一个礼物，对于你们来说才是小确幸，好吗？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愿意跟这个更高的神性智慧合作，那下一段你的人生会出现什么样的转机跟礼物呢？哇，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接受器，你就优雅的等待即将到来的事物，而且准备在它出现的时候接受它。你就有意识的允许这个事物流向你，然后准备接受即将提供给你的恩惠。对你来说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哦。哇，这也是一张非常有神性的牌，所以你会看到你的梦想是如何被迅速的显化。你看，迅速显化。我觉得 C 组的各位今天是这个占卜的大赢家，有点像是你可以，如果很多事情都烦着你，你就躺着不做好了。你躺着不做，反而事情它会自己有一些转换的余地，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事情被解决了。奇迹就是这样降临在 C 组的各位身上，好吗？所以当有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无法得的时候，你就祈祷。我觉得最后的这张牌也真的是非常好，它的意思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你就很多事情你就停下心来，让它自然的流动，它就会美梦成真的感觉。这不就是现在人最想要的吗？我想要躺下什么都不做，很像 C 组的各位，你们的安排是这样，因为你们做的已经够多了，所以接下来就交给宇宙，而且它怎么样？你的梦想会被实现，你的那些你最想要的理想的生活，它会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实践在你的物质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丰盛的一个安排哦，而且这个安排是非常精密的，而且是温柔的，每件事情都是在它最恰巧的时间点去发现、去展现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哇，不就是最好的人生安排吗？对，我也想要这样。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占卜，希望对你的小日子有帮助。那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回馈哦。那这支影片的最后有听我碎碎念的小彩蛋，欢迎拉到最后去看一下。那我们下一支疗愈的小日子大众占卜见喽，拜拜。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常常可能在洗澡或吹头发的时候，或洗碗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一种跟高我连接的感觉。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跟高我连接的。其实
你要连接高我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有时候真的在你最放松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点什么一个念头，那个念头也许就是最充满神性的那种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下方留言哦。那或是你可能就是一边走路一边想事情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我自己是真的蛮多这样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一定需要什么仪式，或是不一定要每天冥想半个小时，其实你只要每天愿意花一点时间回到自己的心里，那个真正懂你、相信你也支持你的声音就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清楚。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占卜。